对，然后看一下啊，我们这张构图呢是整个是4尺3开的，讲的这个内容啊是我们的这个讲的这个内容呢，它是一个三角形构图啊，三角形构图。所谓三角形构图啊，就是你看我这边用一个墨打了一个假山的一个轮廓在这里啊，然后你看从上面折下来，折到对角线啊，折到对角线，然后你看再往里边这样折进来啊，再往里边折进来，形成一个三角形就可以了，折成一个三角形的造型就可以啊。大概的啊，折成一个三角形的造型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假山上面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在下面呢，都可以画上我们的花头啊，画上花头。那么我现在在这里画一个花头啊，画一个花头，放在比较高的地方啊，画一个花头。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调色啊，先调色。毛笔清洗一下，蘸我们的太白和3绿，太白和3绿调在一起，整一个笔泡满啊，泡满。整一个笔泡满啊，然后呢，调我们的这个橙黄藤黄啊，笔蘸藤黄。然后呢，你如果觉得你的颜色不够亮，你看一边加白色的汁，一边调黄色，你不要猛往笔里调黄色，它会糊掉的，会糊掉。好，再蘸一点我们的橙黄。不然会糊掉，你不要光调这个黄色啊，这些颜料它会糊掉的。你要加一点白颜料，这个汁一边加一边调，这样就不会糊了。好，蘸一点我们的猪标啊，听懂了吧？不要一直猛调，在里边调一大堆，结果都糊在一起了。好，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花头，稍高一点啊。首先第一步，你看我画一个比较小，你看点在这儿，对吧？加出来一个小翻瓣，对吧？一个黄色的啊小翻瓣，不用把它画得很大啊，不用画得很大。然后你看像什么呀？像把它加圆，你看我加这儿。对吧？向四周把它扩开，对吧？向四周把这个花头给它扩开，这是第一层啊，第一层。你看，另外一半也是一样，给它扩展开，看扩到这边，慢慢的拖动你的毛笔，是不是？把你的小花瓣给它你看扩开。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颜色不够深啊，你可以像我这样，你看笔尖再带一点这个啥猪标，笔尖你再带一点猪标就行。你看上面，你看翻过来加一个小瓣啊，加一个小瓣也可以。笔啊蘸一点我们的橙黄，一点猪标。你看有一些小花瓣，你看可以什么呀？左边点一点，你看慢慢的点进去。给它裹在一起啊，裹在一起。右边这个花瓣，你看跟个小翅膀一样，你看，都一样，给它裹在一起，叠加在一起啊。笔尖呢蘸一点我们这个，你看猪标去什么呀？你看去抠一抠，对吧？给它把花瓣轮廓给它挖出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你看，调一下。是不是？你看这个花瓣不就都显现出来了吗？
叠瓣啊，你看向内叠一下。你看这些小花瓣的一个转折啊、转角它都有了。你把这个花心给它先带出来，带出一层花心之后，把它整个抠圆了。带出一整个花心啊，蘸一下我们的橙黄，蘸一下我们的猪标。你看下面，你看啊，加一圈圆形的，你看笔尖点在这儿。左右两边的花瓣呢，向下面去扩啊，向下面去扩，提一下翻瓣啊，提一下翻瓣啊，提一个小翻瓣啊，然后你看整一个花形的里边这个花心轮廓就出现了。你觉得色不够深，你可以像我这样再提一个色啊，像一个色，然后你看整一个圆形的底座把它撑开，蘸一下猪标。蘸一下我们的树红蘸猪标，你看啊，上面还没有扩，你看点好，上面是不是没有扩开啊？蘸一点我们的猪标，你看继续的叠加这个小瓣，对吧？叠加一个啊小瓣瓣，好，再往里边叠。对吧？把整一个小花瓣全部加上，就是你加一层、加两层都可以啊。如果你就加一层也没关系，像我这样，你看像我这样，我觉得加一层就够了啊。我就加一层这个花头就够了，我就不加多。你看，包括这个地方，你看花瓣给它啊，你看扩出来了，看到没有？把花瓣给它扩展出来，扩展出来干嘛？扩展出来就开始加那个卷瓣。我们不是说把这个花头一分为4份吗？分为4份，啊，整个花头一共分为4个部分，这是第一个部分。你看左侧这一边我全部什么呀？用这种你看卷瓣来表达，你看啊，小卷瓣，对吧？左侧的部位我全部用小卷瓣来表达啊，小卷瓣。对吧？这样能看明白吗？都是用比较小的卷瓣啊，去表达一下。这是左侧的啊，你看里边先不管它，你看包括我旁边，你看这个地方我再加长一点啊，都不管它，加的密一点啊，加的比较密这一块。然后呢，另外一边呢，我们加的是这种大瓣啊。就是说你在画大瓣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的那个卷瓣也得画大，这样你就可以少画点卷瓣了啊。这样表达起来，你看你可以少画几个卷瓣啊，少画几个卷瓣，是不是？你看这个大缺口这里，你看笔按大一点，推挂一笔就完成了，是不是推挂一笔就可以了？你看继续的啊，向里边叠加，你看。对吧？一层一层的向里边去叠加，蘸一下我们的。一会儿我画完这个，我用红色的画，把这个黄的好像看不太清楚，是吧？蘸一下我的猪标，你看，把它往上扩。除了这些卷瓣，你看需要卷的以外啊，别的花瓣你就往上，你看张，对吧？所有的花瓣往上卷、往上卷、往上张就可以了。对吧？所有的卷瓣我就往上卷，往上张。好，蘸一点白色，蘸一点铜黄，蘸一点橙黄，然后呢，蘸一点我们的猪标。你看，把它整一个啊花头全部向四周去撑。你看这个地方有很多，你看这种完整的瓣，你看笔给它挪一挪，推起来。对吧？挪一挪，给它这个地方，你看花瓣加大啊，加大。继续的啊，持续的把这个花瓣呢越加越大啊。下面这个地方，你看点，对吧？
持续性的花瓣啊，加的越来越大。然后你看朝下面这个卷瓣这个地方再加点啥呀？这里又是卷瓣，我们在整一个花头处加上2到3处卷瓣就够了，好吧？加上2到3处卷瓣就够了啊。包括你看你这个花头，我们是想要它往一边垂的，所以说我在这儿你看点按大一点，对吧？加多出一个翻瓣，下面呢我加多出一个翻瓣出来，沾一点铜黄，沾一点我们的橙黄，沾一点我们的曙红，哦不是朱标啊，你看。对吧？朝下面加一加，蘸一下我们的铜黄、橙黄、朱标，你看，然后就可以把一整一个花，你看给它扩展，点笔按下去，拖开，拖开，往上，对吧？一个一个把它撑开，然后呢，蘸一点我们的。藤黄，再蘸一下我们的藤黄啊。对，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好，蘸一下藤黄，蘸一下橙黄，再蘸朱标啊，蘸点朱标，持续性的啊，你看把这个花瓣，谢谢我长安姐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发红包的这个姐姐哦。好，蘸一下我们的橙黄，你看把它整一个花瓣全部给它点往外扩，对吧？一层层的花瓣往外面扩。好，再蘸一下我们的朱标，你看。这样子，这个花型基本就完成了。然后，橙黄蘸点朱标以后，你看朱标颜色加深，然后我们在这个里边去抠芯儿，你看点一下，对吧？把这个小花心儿给它抠出来，下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你看笔尖点一点，对吧？一层一层的小花心儿，你看给它抠大大的啊，你看包括这个地方，你看，对吧？这一块我们抠的深色一点。好，蘸一下我们的朱标啊，喜欢主播的关注一下啊。你看这个地方点一点啊，点点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榜一姐姐。还有我们的发红包的姐姐啊，你看点平拉，是不是？你看这一块的花瓣是不是就朝上卷了？看见了没有？啊，朝上面就卷起来了。继续蘸一点我们的铜黄、橙黄，点在走起，蘸一下朱标啊，朱标。你看这个芯儿这儿给它抠一抠，笔尖向下摁，你看。再往上拉，边向下摁，边往上拉。这个下面也是一样，你看，对吧？一个一个小花心、小花瓣，它会朝一侧去翻转啊，朝一侧翻转。好，你看，继续的在这个地方抠，往下加大，是不是？你看这一块的花瓣，那一块花瓣不都是卷着吗？直接点赞还说啥？好，蘸一下我们的橙黄，蘸一下我们的朱标啊，这样朱标，直接把整一个花心全部抠出来一遍啊！你看，直接点赞，好的。点，你看按一下一个花瓣，就出来了啊！点一点，往上一按，你看连在一起。整一个花瓣给它连在一起。榜一不是大哥吗？榜一大哥，请榜一大哥吃饭。
对啊，请榜一大哥吃饭呀，占一下猪标，你看啊，对我们昨天晚上就请了榜一大哥吃饭，榜一大哥昨晚上溜进来了，你看点一下，下面也是一样，你看，哎，给他整一个抠大一点，对吧？一层一层的去抠啊，对，一层一层的去抠，对啊，请榜一大哥吃饭啊，笑死我了，你看啊，一整层的花瓣就抠完了。弹性多不好，嗯，你是资深写字儿的呢，还是专门画画的？其实弹性好不好啊？它跟你用笔有关系的，跟用笔有关系，跟你的这个笔其实问题不大的啊。就鸡腿换牡丹啊，这个跟用笔有关系，跟你的这个笔本身问题其实不是很大。对，你去看一下你是不是用笔上有什么问题的，笔的弹性其实都还好啦，就我相信你应该也不会去用那种质量特别差的，应该是用笔上的一些小问题，好啊，你看这个花瓣就出来了，应该是用笔上面，你看这个花瓣包裹起来，包裹起来，然后呢，我们蘸一点白色颜料加多点啊。笔蘸白色加到，谢谢你的小心心。笔蘸白色加点我们的藤黄，多蘸一点，蘸点我们的橙黄啊，蘸点橙黄，蘸点我们的猪标啊，蘸点猪标。你看下面这个大瓣怎么画啊？看好了，注意用笔，笔尖顶着右边这个大瓣，你看，哎，平拉平拉平拉，慢慢的，你看一笔不够，你可以拉两笔，给它折过来，对不对？向着下面走，榜一大哥只能喝粥是吧？向着下面走啊，下面走，然后你看顶住笔尖的上面部位，你看点抠点，你看这个花瓣就翻下来了，朝下翻的这个花瓣，对吧？好，再蘸一点我们的藤黄，藤黄你看，蘸一点藤黄，你看直到你所有的花瓣都画完就行。你看这个花瓣也是朝哪儿？朝下。你看点在这儿，笔尖你看去拉，你看哎，慢慢的转过来，转过来，停，看见了吧？朝下转，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哎，往上提一个小瓣，笔尖呢蘸一点点的这个猪标，你看提一下，是不是？你看这样一整层的花瓣啊，就能够表达出来的。然后你全部画完之后，我们使用一点点脏色，使用些许的脏色，或者是使用我们的比较重的三绿色啊，去表达你的这些花瓣啊。你看，比如这个地方，对吧？点一点点啊，一边吃饭，天呐，辛苦你了。你看，一点一点这个小瓣给它抠出来，是吧？然后你看。上面这个地方啊，可以去修饰一下它。那比如说这个地方点，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花头的基本轮廓就打完了？然后咱们蘸一点三绿，你看盘子里边，我觉得可奇怪了。大家看这边啊，你看我这个镜头里的这个花头，就感觉跟那个完全不一样。看见了吗？我觉得真的很奇怪。直播间里边就灰蒙蒙的，镜头里边好清楚。就其实你要在挂历上面，你随便挑一张构图都可以放在挂历上，蘸一点我们的三绿啊，对，你随便画一张构图都能放在挂历上面，它不用专门去讲拿一个挂历上面，而且我们挂历的这个纸张还不好使用，它不好画，太干了。你们挑我们的直播间讲过的任何一张作品放挂历上都很好看。好，蘸一下这个三绿，多来点啊，对不对？好，刮干一点，蘸一下我们的藤黄啊，藤黄、橙黄，
珠标啊，珠标。你看这个时候你的花瓣的颜色有一点比较淡淡的颜色下来了啊，颜色开始淡下来了。你看我在这一边笔尖点，你看，看见了吗？这样有一个淡的花瓣出来了，淡色系淡色系花瓣出来，比较温柔的淡色系。今天这个就咱们不用脏色，就用这种淡色系去表达。你看啊，勾一笔下来，对吧？勾一小笔下来，对吧？这种淡绿色它有点光感有点光泽度。好，你看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一点，你看，慢慢的往下按，边按，你看，边拉，对吧？又一个淡色的一个绿绿的颜色就出来了。蘸一下我们的藤黄，我们的橙黄你看，这有些缺口的地方，你看一定要加，你看笔按一下。是不是在有些小缺口的位置你一定要加这种绿色的花瓣，因为这种你看浅绿色的花看上去会比较的温柔一点，对吧？看上去会比较的温柔一点然后浅绿色多放点我们的藤黄多放一点点藤黄，放一点橙黄去把外面整一个花瓣轮廓给它叠加起来让它完整一点。花瓣轮廓让它比较完整一点你看整一个花头的花瓣轮廓向上延伸，你看点一点一个小花瓣向上。喝啥今天这么步调一致看这里它应该说是你我本无缘一致，应该是福袋。你看往上加，对吧？往上加一点带钩的带钩的小花瓣，全靠福袋OK， 你看向上的这个缺口就是大小不一的给它渲染出这种感觉。谢谢。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给主播加个小灯牌对，加个小灯牌。有小红心的呢，你也可以飘一下都没关系。你看，是不是上面的颜色你看跟下面一样，比较温柔的OK， 你看这样一个海黄就画好了颜色比较温柔，薄薄的不深。对，如果说我们画成粉红的牡丹的话呢，它也是这个样子也是要画的稍微的温柔一点。晚上好，对吧？颜色呢稍微的你看比较温柔一点，自然一点会比较好看。你看旁边，你看这个地方给它添几笔，对吧？加一圈淡色在外面然后呢可以脱白晚上好，你也可以呢去脱点白脱点白会让你的花头更漂亮。你看这是纯白色颜料，纯白纯白。你看几点白颜料，咱们要把这个毛笔给它水分吸干，好好吃，是吗？没吃过水分吸干以后，你看你加了白颜色去，对吧？加点白颜色去提它的花瓣提亮，你看提的这些，对吧？一提你看的像橙子的颜色，用的就是橙黄，你知道，用的就是橙黄呢。你看这个小花瓣用白色去提亮一点点，你看包括这些地方折瓣去提，对吧？提一点还不清你最喜欢吃橙子了，咋还不清你看这个地方，你看
提一点白色啊，提点白色，整一个花头会比较亮。这4周的滑板都一样啊，你看。提亮一点点这个滑板啊，你看，包括这些地方。没事，慢慢滑。作业交不完了吗？啊，提一点点这个白色斑板。然后你看啊，这里你看所有这种像这种地方，你看，哎，笔尖给它，哎，注意带点波动，看见了吗？小笔尖给它提一下啊，小笔尖。对，我这个小猫又快出来了，我的二宝。你们家里边如果有什么小猫小狗的，大家要关注最近的一节课，要关注最近的一节课，我画了个二宝啊，然后但是呢是教你们如何去处理这种小猫小动物的毛的。啊，你看白色花瓣给它提一提，蓝色香菇。我这2天我没事，我使劲的录课。你看这个地方提白啊。上课前提前了，没有啊。你看这个小瓣啊，小瓣。下面这个地方也一样，你看啊，没有，对吧？提一点点这个白瓣，你看它是不是就出立体？早点解放，你们应该是希望我一直被关着，因为那样子你们可以多看一点课啊。哪有希望我早点解放的？晕倒。哪有希望我早点解放的？你们应该多希望我多关一关，能多出点课呢，你知道？你看这个白瓣就出现了啊。OK 啊 ，OK 的。然后呢，你看啊。整一个，你看笔蘸点白色的啊，你看提一下，然后蘸一下我们的白颜料啊，比较淡。我今天画了一个二宝啊，你们应该都看到了。然后你看啊，出太多了，你看这个花瓣，哎，你看往里扫，对吧？下笔轻一点，花瓣关久了会崩溃的。我每天录课我就不会崩溃。对，我每天都要录课，我就一点都不崩溃。就反正健身房，然后录课、直播，我觉得还是能吃得消的。OK 了啊，这一个花头我们就画好了。喜欢的话点点赞，关注啊。对，喜欢的话请关注一下主播啊。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啊，就已经呈现出来了。要有事情做，对啊，每天我都有事情做，就录课，然后直播这样子，我不会崩溃啊。OK， 花头就完成了啊。绿色是啥色啊？太白太白3绿作为打底色，太白3绿作为打底色，然后是藤黄、橙黄、朱标。然后绿色是3绿多加一点，在里边加点3绿就好啊。好，我们画一下叶子吧。今天可以画2张哎。对，今天可以画2张哎，好不好？画2张好吧。这个呢是提高的内容，然后我们再画一个零基础的内容，好不好？要的话你们就点点赞好了。这是提高的花头，我们一会儿再讲一个零基础的花头。花蕊点曙红加胭脂呀，花蕊点曙红加胭脂就可以啊。老规矩，最近晚上都可以讲好几个花头呢。然后我来讲一下这个，你看这个三角形构图，从上面你看折下来到这个地方，你看我这里一会儿再出几个叶子就行。从上面往下开始画，画的是叶子。然后我这个叶子用的是藤黄、3绿和花青啊。老规矩，把叶子画大一点哦，是不是？叶子画大一点就能少画点叶子。
有没有这个感觉？笔蘸点藤黄，花青呢？哦，藤黄啊，花青，蘸点花青，然后呢，蘸点我们的三绿啊，三绿。然后呢，蘸点胭脂，蘸点胭脂啊，局面挤不出来了。看来我以后得经常盖盖了，再不盖都干了。OK 啊，这个时候我们来表达一下我们的叶子啊，叶子。其实很明显啊，我们最基本的，你看这个往下走，笔蘸我们的藤黄，去调色啊，用针扎一下，扎过了已经。藤黄三绿，你看整一个笔去调，调绿色的叶子还是比较好调的，薄薄的调一层什么呀？薄薄的调一层藤黄和三绿啊，压一压它，然后加一点我们的花青，加点花青，然后调在一起啊。颜色可以深一点。一定要调匀啊，不要调脏。然后笔尖蘸点胭脂。OK， 刮干，刮干，刮干。来，你看一下啊，我们这一块的叶子是怎么处理的？首先，你看这个花，它很明显是这样折下来的啊，是往里边长的，或者你看这样折一下，再往里边长都可以。就是它一定是这么长。或者是这样，你看往这个地方折也可以。那么我们的叶子怎么加？看好了啊，我叶子跟这个花没什么关系的。你看从左边，你看点，拉开一笔啊，笔尖朝上拉开一笔，你看，对吧？添一点，你看，水分多一点的画出来叶子就比较的润啊，水分多画出来叶子，你看。水分稍多一点，画出来叶子就比较润，而且呢，你可以把它画大一点。水分多的这个叶子画出来大，你看这个地方啊，你看，哎，对吧？注意毛笔的一个侧拉啊，你看提，对吧？深宣啊，对，深宣是的。注意，你看毛笔的提拉，你看，哎，上去一笔。对吧？注意，你看笔触的提拉很重要，对吧？多给它表达一些啊，多表达几笔，多表达几笔。你看这个叶子啊，它是让它长到后边去啊，在这个假山的后面，而且这一块呢可以处理的稍微密集一点啊，你看，处理的稍微密一点啊，稍微密一点。然后呀，同时为了呼应啊我们这个三角形构图的原理啊，咱们呀在下面这个地方拉出，你看三角形不是需要折下来拉出一条线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再穿几片叶子。所以今天晚上这个花头还是好表达的，你看藤黄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啊，叶子加多一点，加大一点啊，加大一点，蘸一下我们的胭脂。你看这个叶子一定要拉长，因为要拉下来嘛，在这个地方折进来才是三角形嘛。所以说你看
我除了在这个叶子本身，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哎，你看这个小洞口呢啊，拉出一些叶子以外，你看，哎，画出一些小叶子啊，你看，对吧？拉出一些，你看一些比较丝滑的小叶子以外，还有最重要就是，你看在它的旁边那个地方，你看。你看这些叶子都是比较小的啊，加的比较小，一定要多蘸水。如果说你的笔里边没有水啊，画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就不顺。你看，对吧？不然它画出来不顺，就那种干干的啊，拉不动笔。对吧？太好用了，准备再涂了。你看，不然它拉不动笔，它不好画。蘸一点我们的藤黄，稍微多放一点啊，稍微多放点藤黄。你看，蘸一点我们的这个啊，曙红，蘸点曙红。你看它有些笔触拉的稍微高一点，拉到这个地方去。你看啊，你看笔尖往上提，你看提，按下去一笔，回。向上再拉一笔出来，你看回一笔出来啊。你看你这样画，你看这边加一个什么呀？你看宽一点的叶子，你看是不是啊？这一组叶子就很容易表达。然后你看啊，朝着上面这个地方点，连在一起，连起来，对吧？连在一起，你看这样一片小叶子就表达出来了。顺着向上，你看再加一笔，往上提一下，笔尖比较轻啊，轻笔向上顺提，轻轻用笔向上顺提，你看，哎，擦一笔，对吧？你看你这样一组的叶子就表达好了呀，是不是？而且呢，你看画的内容还不多啊，内容不多，还比较干净，看上去。然后呢，我们一个牡丹呢是藏在我们这个假山的后面啊，假山的后面。藤黄蘸一点花青，一点点的花青啊。藤黄蘸一点花青，你看，从下面去折，转折。对吧？往上面给它拧一拧，好用肯定的啦。好，蘸一点点啊，向上面去给它拧起来。你看这个枝干，你看一个枝干从旁边走，你看另外一个枝干干嘛？哎，对吧？你看，很丝滑。你看啊，这样子整一个枝干，你看，哎，向上提笔就一扫，歘一下就出去。你看啊。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枝干是不是从下面上来？你看、啊、从这个旁边，你看再出一个小枝，对吧？你看那个花头就被我们支棱在那个地方了。你看啊，是不是就有了整一个花头造型？而且呢，叶子你看这一次的叶子和枝干是最少的。我们来画一下石头。这一次的叶子和枝干是有史以来最少的啊，你们最喜欢的那种。对，简单提一下这个石洞。是不是你们最喜欢的？最好是枝干比较少的，没什么枝干的那种啊。你看它这个地方，你看从这个下面折下来。对吧？穿一点，你看这种小的老的枝干在这个小石洞里边就行。从后面穿，就一个花头就挺好。对，它不用多，就一个花头。然后我们来把这个，我们把这个石头给它画上啊，石头画上。
它就不用画的很多呀，就一个简单点的啊，蘸一下我们的铜黄。所以我说，有时候呢，不是说一定要画的多啊，其实你把它画的好看就行了。往上添一点，添一点小叶子啊，在这旁边，对不对？你看，添一点点小芽，然后我们来画一下石头。毛笔洗干净啊，毛笔洗干净，洗干净之后，你看啊，在这个地方蘸墨水，你看比较多的墨水，多蘸点墨，你看胶墨把它给拧成一个啊，这种比较干的啊感觉拧出来。石头是硬伤，看好了啊，来刮干。然后你看毛笔如果是平扫的情况下，扫哪里？你看点，你看啊，注意线条的波动。对吧？石头你看啊，去调整，你看向里边扫一扫，对吧？把这个朝里边去叠，你看，哎，散风散一点点啊，散风散一点点啊，晚上好。哎，你看向里边叠一叠。然后呢，毛笔啊捏成这种扁平的啊，你看扁平状啊，扁平状。啊，捏成扁平状，你看向这里边点一下，你看，哎，对吧？去擦一擦，对吧？擦一擦，扫一扫，对吧？转折啊，转折一下下，都是要捏成这种扁平状的啊，捏成扁平状啊，再去扫一遍，你看。朝里边扫啊，朝里边扫。然后你看啊，下面这个地方慢慢调整出来，把这小洞洞啊，慢慢的给它调整出来这些小洞啊，小石洞。然后呢，蘸一点我们的啊这个胶墨，你看这一块石头像这种，你看凹陷地方，对吧？你看，注意什么？它的一个明暗的一个层次关系啊，注意一下它的整体的明暗的层次关系。你看啊，这个地方肯定是黑的呀，它是一个小凹槽呀，你看。你看啊，看我的笔，看见了吗？向里边这样拧进来啊，你看拧麻花一样，你看，对吧？向里边拧进来，你看，笔尖搁这块，你看啊，点一点，提一提，把这个石头的，你看，质感给它提出来啊，看到了吧？你看简单质感，你看像这个地方折进来。是不是出来了？注意一下石头的前后关系一定要表达好啊！其实画石头很容易的，你看，蘸一点这个笔啊，你看笔墨上面，你看调整调整啊，你看，你看笔尖向外面，你看给它添一添，然后就是什么？你看向里边扫，对吧？向里边扫一扫，对吧？提一下这个色就行了，只要它不晕开就可以。
把这一层的，你看这个石块的一个质感，你看啊，表达一下。晚上好，对吧？注意，但是在小石洞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给它留点空位。你看小石洞这一块，你看留点空位。然后另外一边啊，你看毛笔蘸的是一个浅色的啊，你看向上去镀，把这个阴影，你看这块给它加出来。就加在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加一下小阴影，一点点，再蘸点墨水。你要分块，这一块一块的去表达就可以。你看，像有些靠前面的石头啊，你看靠着前面这种山石就比较亮的，你看啊，折过来，对吧？向下给它折起来，就它那个地方，你看它是比较亮的啊，给它提一下。这一块你看斜度给它侧过来，哎，点。然后顺着这个山石的轮廓呀，你加点浓墨啊，顺着山石的轮廓，你看，去调整它，你看像我这样，你看，侧拉啊，侧拉出来。你看一边一边的啊就出来喽。好，这种细节地方，你看啊，像那些比较小的这一块，你就像我这样，去皴去擦就可以。你看，毛笔啊，你看压过来点，你看，干的。左右的轮廓，你看记得去加，啊，可以加点左右的轮廓，你看，然后就是加下面的，道理是一样的，你看原理是一样的。你看下面这些缺口处，你看点。加一小块啊，你看这些地方，哎，笔尖向上，笔尖向上，你看把整一块，你看石头的位置给它圈出来。你看，简单的给它皴擦一下，加出点质感。然后有些地方你需要去留白的，你不要把它给涂得太深。有些地方你不要把它涂得太深啊，要留点白。然后呢，毛笔蘸着我们的浓墨去点什么？点胎啊，去点胎。你看这些地方，点，你看，注意大小，它胎点啊，你看，对吧？小点点啊，给它点上去，要注意层次。
你可以像我这样用的比较湿的墨去点，我都是用的比较湿的墨啊去点的。对吧？简单，你看把这个石头给它点一点，它马上就会出效果，因为胎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点了胎呢，它可以区分我们石头的一个前后关系啊，可以区分石头的前后关系，对吧？简单给它点一点。毛笔蘸一点点的我们淡墨啊。你看淡墨啊，淡墨在下面这一块加点草，对吧？你看，把这个石头的前后关系再加一加啊，你看。因为石头啊也是有这种前后关系的啊，它有些草是往上长的，往上扬啊，你看这些地方，对吧？这样就可以了啊。毛笔清洗掉一点点，蘸一点我们的赭石，清洗掉一点点，蘸一点点赭石去染一下我们的石面。那赭石呢？老是找颜料得找半天。它咋就是挤不出来了？笔蘸一点点我们的赭石啊，一点淡淡的赭石，颜色不要太多，淡赭石啊。你看朝上面，你看下笔要快啊，下笔一定要快，快速的打下，你不要慢慢的那染啊，慢慢悠悠的。第一水要多啊，第一啊染色第一要啊水分要多，第二下笔要快啊，你看。那这样呢？对吧？下笔要快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你看。明天多画几个作业，有很多了，我这个2宝也快出来了。OK， 大家可以截个图啊，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